州人怎么这么会做乳鸽呀？我是真服了。这次来广州主要是看《红楼梦》，然后我的广州朋友就说，如果这次来广州只吃一顿饭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这家。朋友看，好，1点钟预定了2位。一进门的这个荣誉墙一点也不收敛，见了一个空口吃百香果，真酸。我的问题，我们的第一个菜非常的清淡，秘制安格斯牛肋骨，现烤之后出来切片，还在滋滋作响，淋上黑胡椒汁。请问一下，广州真的有这个菜吗？但就是想大口吃肉啊。这个排骨真的很烂，有点中西结合的感觉，它这个肉细嫩多汁，有一点点像炖牛舌，特别是肉嚼开的时候香气会扑鼻，就算是瘦肉也会带上一点软筋，就是它的肌肉组织轻易的就可以被剥开，然后酱汁就会渗进去。然后是这个菜，螺片鲍鱼捞鸡，就这个菜是我记忆中的广州，清中带鲜，淡中带美，也可以像吃河豚肉一样，用螺片卷着鲍鱼和鸡肉，再加一点葱丝，尝到了白切鸡的感觉，真好。就是鸡皮很脆，鸡肉又很紧，还有弹弹的鲍鱼，嚼在嘴巴里就是一个清爽又调皮的口感，它甚至还有点香油的味道，微微的酸甜味，让我想起了新疆椒麻鸡，清爽但有足够的肉感，好吃。单独的鸡皮是最好吃的。然后就到了他家乳鸽，它真的很有仪式感，在你面前剖开然后修剪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乳鸽它用的香茅来腌制，我觉得香茅会加重那个鸽子肉的味道，好浓好浓的乳鸽味。鸽子皮也是非常漂亮的焦糖色，店里称这个为玻璃皮，它这乳鸽是真的很肥，因为咬开那层糖衣，那个肉汁就会慢慢挤出来，你就跟在喝鸽子汤一样，一股淡淡的香茅味，有一点花椒油油的味道，那个乳鸽的野味儿特别的浓郁，但是我们没有预定，只能点一只。今天让我重新认识了烤乳鸽这个菜。然后是今天最贵的一道菜，剁椒红玫瑰，1030。它怎么越看越像香菜？中间的骨头换成了肥肠，发酵过的剁香非常香，石斑鱼就非常像鸡肉，舌头都可以碾碎。这个菜石斑鱼可以卖到这么贵吗？肥肠很一般，就因为肥肠完全不入味，感觉它跟剁椒没什么关系。然后是沙虫海螺焖鸡，用的是海南的文昌鸡，所以鸡肉吃起来会有那种又弹又滑的感觉。它有一股非常浓烈的年味儿，就是家里做的鲜味儿。毕竟这3种食材搭在一起，就是鲜中加鲜。这种细小的就是沙虫，沙虫有点像鱼泡的口感，汤里汇聚了各种精华。舀一勺汤，一半都是油。它好像是为了让鸡肉更入味儿，所以鸡汤有点咸，但它主要是吃鸡肉嘛。这个月吃到过了最嫩的鸡了。然后是黑松露蒸鲍鱼，这个菜就是咸鲜口，酱汁非常突出，这个酱汁有点像东坡肉加巧克力的感觉，它像个甜品，但是又因为它有黑松露，坚果香还很开胃。你知道我要干嘛了吧？可以帮我们上一碗白米饭吗？这种就要泡饭，就是鲍鱼什么的根本无所谓，就是我最爱的巧克力酱油拌饭。能再来个煎蛋吗？这个饭太绝了，这碗饭是我今天吃到的第一梯队的味道。然后是豆腐蒸肉，上面是虾仁和鱿鱼做的馅儿，很像成都的肉末蒸蛋，甜甜的，豆腐很嫩，下面的那个豆腐比那个肉还好吃。然后我们迎来了今天的王者，就是这个黑芝麻糊双皮奶。怎么会这么好吃啊？虽然我很不想承认，但他们家便宜的菜都很好吃。就是大家说的纵享丝滑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今天终于明白了，熟芝麻的油脂和乳脂结合的非常惊艳，黑芝麻汤圆里的馅儿加上淡淡的牛奶甜味，乳鸽和这个双皮奶就真的非常给劲儿。这个双皮奶真的是我今天填盘子的菜。吃完觉得他家还是很好，但就是有点贵，觉得贵好像是我的问题。下次我要点双份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好样。今天去的这家是直接把爷给吃笑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跟我上前菜，我要生气了哈！你说前菜好吃也不能上这么多吧？这光前菜就吃了我2个小时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 Z， 今天就突然很想吃那个，又到了吃寿司的日子。这家看网上评分好像还不错。すみません。你买的这种稍稍高级一点的餐厅一般都是没有图片的，非常少，但是师傅非常帅，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个欧玛卡塞的套餐。欧玛卡塞套餐意思就是指你爱上什么上什么吧。不过桌上也有写一些本日的食材推荐。第一个前菜是2颗螺丝，其实这个肉还挺多的，很浓的海盐味。作为小菜的话，味道其实还可以。接下来这个就比较重量级了，生的白子。我其实是有一点不敢吃的，视觉上面过于震撼。主要是这个它还是生的白子，生白子。就是那个胆固醇的味儿特别重，但是有一说一，它是好吃的，一点点鸡肾的味道，再伴着一点酱料的酸甜，其实我还挺推荐的。接着还是一份长相十分震撼的菜，海胆章鱼丝，就是把海胆炸成酱之后，和生切的章鱼丝混在一块儿，其实就是海胆的味道，还不如直接给我上一份海胆。然后这个是我今天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道菜，甲鱼汤，它端上来特别的香，就那个甲鱼的油都在泛光，而且肉也不少，味道还特别的浓郁，甲鱼皮也还是很 Q 弹的那种。这个菜可以说是今天的极品了。接下来是刺身，一共是6种海鲜，然后里面的这个是紫苏叶的宝宝，吃法的话就是紫苏叶卷一点肉，然后再加一点萝卜丝儿和这个种子，卷起来一口吃的话，口感会很丰富。甜虾就是越吃越饿，鲷鱼和金枪鱼就不用说了，厚切的真爽。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青花鱼，虽然鱼腥味确实很重，但是吃起来巨香，味道特别大。然后又给我们上了一道组合菜，鲍鱼刺身加鳗鱼烧。鲍鱼的话可以蘸一点这个鳗鱼的干，是一种苦茶的香味儿。鳗鱼是烤了之后凉拌的，这个倒不是重点，它下面那个黄瓜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手工真的可以把黄瓜切成这个样子吗？吃完这个又是一份汤，这个真的是一家寿司店吗？而且这么小一碗汤还重新配了餐具，实属有点夸张了。
不过他家汤为什么都这么好喝啊？然后是一份西京烧烤鲷鱼，是一种甜口的烤鱼肉，味道香香甜甜，上面涂的那个应该是蜂蜜。接下来你想不到吧？我们还有前菜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茶碗蒸蛋里面是一坨很大的蟹肉，2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终于吃到了最后一份前菜——海老味增汤。这碗汤下肚之后，我也已经忘了我今天是来吃什么的了。直到服务员端上来一盘寿司，从未这样期待过寿司。这家店的经营理念是不是先让顾客饿2个小时，这样最后的寿司就显得无比的美味？像那个青花鱼寿司，鱼肉已经把米饭完全包裹住了，蘸一丁点酱油，特别过瘾。海胆寿司还是寿司之王啊！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都说成都是一个非常不相信米其林的城市，那我作为一个成都人告诉你，确实哈。我们一般成都人给外地推荐餐厅，都是一些自己觉得比较好吃的苍蝇馆子。在成都吃这些红油锅底的美食，还是要找藏在老社区的那种店，好吃惨了。那一起来试试看吧，就是看它这些可以往里面加的配菜，还可以加鸡肾，很便宜，什么都想往里加。就是但是就在他那个打原汤碟的时候，还是值得说一句，然后我成了整个桌里唯一一个用油碟的人。非常逊，他家这个肥肠真的很软糯，因为它里面留了很多那个脂肪，这个应该是先卤过的。你又觉得它处理得很干净，但是它又有原有的那个味道，你们懂吧？那个猪肚超有嚼劲儿，咬起来感觉像是猪肚上面抹了一层面皮，面面的口感。再端着一盘成都蛋炒饭往嘴巴里面刨，真的好安逸。蛋炒饭是那种焦香的，只要米饭粒粒分明就可以。我第一次在火锅里面吃到鸡肾，它给我带来的冲击就是不亚于提灯，就是爆浆的胆固醇。我感觉这个菜只存在于川渝的火锅，但它爆浆的那个感觉真的很上头。他家的鸡肉也是很紧实的那种，主要是入味儿，就是锅底的红油香料能够从肉里面挤出来，虽然有点辣，但它是牛油锅底的醇香。四川的菌干一般会改成花刀，这样煮出来不仅嚼起来很有层次感，而且很入味儿，就是又脆又韧，每个缝隙里都能尝到花椒味。这次是我和朋友久违的一起吃饭，小酌一下真的很快乐。吃这种红油的辣锅就要配冰的梅见，它真的是我和朋友的见面酒，加了冰块后的梅子酒会比纯饮口感更好，因为冰块在融化的过程中会逐渐释放青梅酒的香气。梅见的酒精度只有12，只会让人上头却不会过头，而且还可以加入苏打水、茶和柠檬水，就能喝到不同的口感和风味。好了，还是要再来个菌花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改刀的原因，这个菌花真的是全场最辣。吃了半天，终于吃到了今天的重点，小兔子。兔子真的全身上下的肉都很细嫩，一点柴的部位都没有，而且软嫩的同时又没有失去弹性。然后这个肥肠煮到后面会更好吃，因为牛油已经香到那个肥肠的褶皱里面啊，就是肥肠的油和红油一起慢慢散开的感觉，就要用蛋炒饭来升华它。我感觉比较能吃辣的人根本不用蘸油碟，直接吃锅里捞出来的就已经很香了。你还可以来盘干碟。据说吃碳水的时候，大脑会分泌很多多巴胺。果然碳水是连接大脑的。虽然很久没回家了，但成都的火锅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。除了想念那种麻辣鲜香的味道，其实更想念的是聚会欢乐的氛围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4个壮汉吃了这么多，还可以。嘎面132年的鳗鱼店有什么好吃的呀？而且曾经日本身份最高的那个男人钦点御赏的鳗鱼饭，这规格好像是跟街边的鳗鱼店不太一样。它在奈良，这儿真的遍地都是小路，它真的很温顺，好可爱呀！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。我们去了这个鳗鱼店，它很好找，因为这个店外面还有个城墙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进门就是一种日本贵族宅邸的感觉。脚下这个小石子是防刺客的。他家是创于明治24年，不愧是100年老店。它这个楼的构造之复杂，感觉只有去古都旅游的时候才能看到这种楼。好啦，开始吃饭，一顿完美的鳗鱼饭料理一般都会有非常多的前菜。第一个菜是凉拌鳗鱼哦，就是把烤过的鳗鱼泡在凉水里，然后拌上凉菜，像是兰州牛肉面配的小凉菜，黄瓜会特别的吸水。然后是鳗鱼玉子烧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鳗鱼做法之一，很像是在吃老式海绵蛋糕的感觉。鳗鱼的味道会进到蛋里面去，就它整个蛋嚼起来都有一种鳗鱼的那个香香的味道。玉子烧的部分就很像女王卷外面那个蛋糕胚，绵绵软软的，很有空气感。鸡蛋那个淡淡的甜味和鳗鱼的腥味融在了一起，真的很开胃。前菜一般还会上一个水煮鳗，就是最没有味道的鳗鱼，它能吃到鳗鱼本身最新鲜的味道。那我提问了，为什么不吃鳗鱼刺身呢？它这个水煮鳗吃起来很像一坨肥肉，蘸一点132年前的老陈醋，还是要加点紫苏叶。下一个菜是很常见的鳗鱼干，鳗鱼干是鳗鱼的内脏里面最好吃的。鳗鱼干的口感其实很接近鸡心，又滑又弹。第一次吃它可能会觉得有点苦，嚼块肉里面是那种很细腻的质地，舌头碾碎的时候还会觉得很顺滑，很像鸡的卵巢的那个口感。然后接着是鳗鱼蒸蛋，它这个是不是在比哪家做的更烫啊？它这个蒸蛋里面有一半都是鳗鱼，吃起来像冰豆花一样滑嫩，上面的鳗鱼就很像肉勺，带着一股很浓的鱼肉香。来这儿的鳗鱼蒸蛋一定要单点，单点里面的鳗鱼特别多。他家最早是以红白双拼烤鳗出名的，一般来说是先吃白烧再吃蒲烧，但是其实你要是把两种混着一起吃也很好吃。盐烤的味道会比较清淡，但是鳗鱼肉它本身就有很浓郁的香气，一口下去像是吃了一口很厚的猪油渣，又有点像脆饼。我觉得白烧加酱油会很好吃。吃完这一大堆，就到了今天的重头戏——鳗鱼饭。鳗鱼饭上面那个鳗鱼的做法完全不一样，它是烤了又蒸
生，然后再烤，就是为了保证它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。那个酱料包裹着鳗鱼，真的是薄薄的一层，像是一层糖衣，真的是恰到好处的甜味。鳗鱼饭一道一大口一大口的吃的，米饭它也是颗颗饱满，就是挖一口肉一起吃，很像是在吃红烧肉盖饭。他们家个特点是酱油味会特别重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鳗鱼到底有没有刺儿？它其实是那种很小的软刺儿，再加上烤蒸烤之后，那个骨头基本上就没有存在感了，真的很好吃。但是说真的，现在好的鳗鱼饭店已经不多了，要这种入口即化又肥而不腻的店真的很少，且吃且珍惜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米尔。就我们在日本吃过的那些有的没的，还很危险。这次回成都，我们又找了一个好吃的，又到了胀饭的日子啊！这家店的后厨还在米其林餐厅干过，这种新中式的菜真的很得劲儿。回成都最开心的就可以随便喝饮料。先说没有接这个餐厅的推广啊，上一次来吃了之后真的觉得很好吃，所以我们才又来了。点的第一个小前菜是亲嘴豆腐，清理的清，那个豆腐的密度特别的高，咬下去的齿感特别扎实，配着旁边的豆瓣酱，现在就很下饭。甚至这个有点像在嚼鸡蛋布丁的感觉。下个菜是热拌鲈鱼，不是鱼露，是鲈鱼哦。啊，装什么？刺儿是真的多，但它这个口感就是在鱼肉里面算很细腻的，特别是肚子上这种一大块，加一点香菜跟剁椒，酸辣开胃的同时又很上头，就像你在半夜嗦那个酸辣凤爪，又是一个下饭菜。他们家的柠檬加的真的很多。然后是茶碗蒸蛋，感觉每个川菜馆都会有，他家蒸的这个感觉比较像慕斯蛋糕，特别老成都的味道。而且它蛋里面还是调过味的，就是有一点点又咸又甜的感觉。上面的肉少加的是那种成都老酱油，酱香特别浓。到底是谁在说只有江浙沪才会用蒸蛋拌饭？我超级喜欢这个蒸蛋，你们一定要单点一个。然后这个才是我今天的最佳，掀开盖子的时候已经在咽口水了。它接触你舌头的那一瞬间，你会感觉像是酸汤鱼的汤，但是你马上又可以尝到牛肉跟芹菜泡在汤里的米饭，米粒会很饱满，所以一口下去口感真的很丰富。特别是你把饭跟芹菜一起嚼，里面的酸菜跟芹菜真的很好吃。然后接下来是泡椒鸡，它这个真的很辣，它里面泡椒和子酱的味道特别浓，还加了很多小米辣，有点自贡菜那个感觉了。饭的鸡汤娃娃菜，鸡汤不是很浓，但这种脆甜脆甜的口感真的很修正，不会只有一个人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吃甜品吧。它还是一个糖油果子加冰淇淋的组合，好怪啊！糖油果子还是得吃街边老店那种，很好吃其实啊。然后是土豆炖排骨，这个很像我爸在家烧的那个味道，而且用的都是比较好的小排，一咬就脱骨的那种。那个土豆炖的也很入味，就连里面的心都能吃到红油的味道，而且还沙沙的，有排骨越嗦越上头。然后最后我们点了一个我最期待的菜，就川式腊肉拌饭，端上来那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就很诱人，腊肉的香气真的很明显，就很像你掰开竹筒饭扑鼻而来的那个味道。里面除了青菜末还有4季豆、5季豆、6季豆啊。为了配这个饭，点了一份干腰合炒，所以我发现他家的饭比他家的菜还要用心。就是总的来说，他家是那种分量不是很多，但是一次可以吃很多菜的饭店。感觉又说了一句废话，而且推荐指数8。